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個可以說是所有商學院、所有董事會都在激烈辯論的一個核心問題：一家公司它存在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麼？是單純為了幫股東賺錢，還是說它應該要為整個社會服務？或者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其實還存在着第三條更聰明的路？好，我們先來看這個可以說是經典到不能再經典的教科書標準答案。經濟學大師弗利曼在1970年拋出的這個觀點，簡直就像一顆震撼彈，直接定義了接下來整整半個世紀的商業思維。它的核心概念非常純粹，一家公司它唯一的道德責任就是用它的資源去為股東創造最大化的利潤，其他的所有事情都是次要的。這個理論聽起來哇，斬釘截鐵，對吧？但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拉古拉姆拉贊博士就對此提出了很深刻的挑戰。他說，弗利曼這套理論，如果你把它用在你家巷口那種老闆自己就是股東的麵店，那絕對沒問題。可是當你試着把這套理論套用在像是台積電、輝達這種超級龐大又複雜的全球企業時，這個理論就開始不管用了。為什麼？因為這些商業巨獸的成功，早就不是單單靠股東的資本就能撐起來的。這就帶出了拉詹博士的一個核心觀點，一個你一定要知道的概念，叫做關鍵契約利害關係人。這聽起來有點繞口，這是什麼意思呢？他認為，一家偉大公司的價值絕對不只是由股東的錢所構成的。你想想看，那些投入了無數個夜晚，貢獻了專業跟創意的核心員工，還有那些為了配合你而改造了自己整條生產線的關鍵供應商，當然還有那些長期信任你、跟你一起成長的大客戶。這些人，他們都對公司投入了非常獨特而且難以取代的資源。拉贊博士用了一個很傳神的詞來形容，他說這叫做血汗股權，他們其實也是公司價值的共同創造者。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下一個關鍵點了，那個由弗利曼所定義的以利潤為唯一目標的單純世界，在2008年被一場史無前例的金融海嘯給徹底擊碎。當大家看到那些最頂尖的金融機構為了追求利潤極大化，竟然不惜引爆一場全球性的災難時，整個社會對企業的信任感可以說是瞬間崩盤。一個巨大的問號浮現在所有人的心頭：難道企業真的只要自私的賺錢就夠了嗎？這個信任的真空，剛好就為一個完全相反的思潮鋪好了一條紅地毯。這個時候，思想的鐘擺開始用盡全力盪向另外一個極端。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的董事長賴瑞芬克，在他每年寫給全球 CEO 的公開信裡面，就大力鼓吹這個新的觀點。他直接宣稱，企業不能再只盯着財報了，它必須要有一個崇高的社會目的，要主動去解決像是氣候變遷社會不公這些全球性的問題。這個我們稱之為目的派的觀點，很快就成為新時代的政治正確。企業家突然變成救世主，聽起來好像很美好，對吧？但是拉詹博士又再次提出警告，他說，我們要小心這種矯枉過正的熱情。他認為，如果一家公司開始去追求一個跟他核心業務其實沒什麼關係的很宏大的社會目標，那麼這份善意很可能會反過來一步步侵蝕掉公司的根基。這裡就有一個可以說是教科書等級的真實案例：全球消費品巨頭聯合利華，他們的前執行長保羅·波曼可以說是目的派最虔誠的信徒。他一上任就雄心勃勃地宣示，聯合利華的核心使命就是要推動全球的永續發展。
一開始，這個策略可以說是贏得了滿堂彩，因為永續發展也包含了節能減碳，這對成本控制有幫助，所以股價也一度上升。但問題是，它走得太遠了，公司的焦點慢慢的從我們怎麼做出更好的肥皂和洗髮精，轉移到我們怎麼解決全球貧窮跟氣候變遷。這就引發了公司內部一個很深層的靈魂拷問：我們到底是一家商業公司，還是一個有着龐大預算的 NGO？ 這也引發了另一個思考：如果你是那位 CEO， 一邊是外界對你偉大願景的讚譽，另一邊卻是內部對核心業務失焦的憂慮，你會怎麼選擇呢？市場的審判從來不會因為你的善意而遲到。當聯合利華的業績開始落後給同業，資本市場的鯊魚就聞到了血腥味。包含巴菲特在內的資本巨鱷發動了惡意收購，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已經敲響了警鐘。執行長波曼黯然下台，而他的繼任者立刻進行了一個180度的政策大轉彎，重新把股東回報這4個字奉為最高圭臬。這個案例可以說是血淋淋地證明了一個缺乏商業邏輯來支撐的崇高理想，在殘酷的商業世界裡是多麼的不堪一擊。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拉詹博士為我們總結了這種拯救世界模式的4大致命傷。第一，它在政治上極度脆弱。今天輿論關心環保，明天可能就轉向勞工權益，公司的策略目標就會像沒有根的浮萍一樣隨波逐流。第二，它缺乏持久性。這一切都建立在 CEO 的個人魅力跟願景上，一旦換了領導者，整套策略就可能灰飛煙滅。第三，它模糊了企業跟政府的界限，讓企業過度涉入公共事務，這很容易滋生官商勾結。最後一點是，你根本無法衡量成效，什麼叫做做得夠好？那個標準是完全模糊的。好了，講了這麼多理論跟案例，我們來看點更客觀的證據。拉詹博士的團隊做了一件非常驚人的事，他們收集了美國大型企業過去70年來所有 CEO 寫給股東的公開信，然後透過 AI 進行語義分析，試圖去窺探在這些華麗的詞草背後，企業真正在意的到底是什麼。首先，我們來看股東價值這個詞，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它的聲量在富利曼提出理論之後一路攀升，在90年代達到了頂峰。但最關鍵的訊息其實藏在低谷裡面。每當經濟衰退來臨的時候，這個詞被提到的頻率就會應聲暴跌。這說明了什麼？它就像一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酒肉朋友。景氣好，公司賺錢的時候，人人都把它掛在嘴邊；可是，一旦風暴來臨，公司需要勒緊褲帶時，就沒人好意思再提了。這證明它更像是一種錦上添花的時髦口號，而不是一個堅定亦不移的經營信仰。接着，我們來看另一個關鍵詞——利害關係人，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員工、客戶、供應商。你會看到一條截然不同的曲線。從1980年代開始，它呈現出一條非常穩定、持續向上攀升的直線，幾乎不受經濟景氣的劇烈影響。這條穩定的上升曲線告訴我們，企業界慢慢意識到要照顧好整個生態系，平衡股東跟其他關鍵夥伴的利益。這並不是一時的流行，而是一個更根本、更持久的結構性轉變。好，最戲劇性的數據來了，我們來看跟社會相關的目標，比如說企業社會責任、環保、多元共融這些。它的趨勢圖簡直就像在坐雲消費車，呈現出非常劇烈的長週期擺盪。它在60年代民權運動的時候衝上一個高峰，然後在富利曼理論主導的70年代後又跌入谷底。接着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為了挽救形象再次衝上歷史新高。但最值得玩味的是，近期它的聲量又開始出現斷崖式的下跌。這份數據幾乎是完美印證了拉詹博士的論點：企業發起的社會運動本質上是政治性的，是集會主義的，而且極度不穩定。好了，分析到這裡，我們看到兩個極端都存在着問題：純粹的股東至上，忽略了價值是大家共同創造的現實，而天真的拯救世界又缺乏商業上的可持續性。那麼出路到底在哪裡？這就引導我們來到拉詹博士所提出來的一條更智慧也更務實的中間路線。
這條中間路線的核心思想，我希望你能記住。一家公司的首要目的是透過把自己的本業做到卓越，來創造長期的價值。而要達到這個目標，你必須要善待那些對你本業成功至關重要的關鍵利害關係人。這句話的重點在於，做好事的目的不是為了成為道德楷模去拯救世界，而是為了讓自己的核心事業更強大、更有韌性。這是一個基於商業邏輯的共好則共榮。這條中間路線可以拆解成4個具體的行動原則。第一，所有決策的最高指導原則是公司的長期健康，而不是短期的股價或利潤。第二，董事會的角色必須從單純的股東監軍轉變為所有關鍵利害關係人的協調者，在各種利益之間去尋求最佳平衡。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公司所做的任何善舉都必須要能強化它的核心業務。第四，堅守本分，清楚劃分企業跟政府的角色，不要越俎代庖。我舉2個真實案例，你會更明白。第一個是印度泰姬瑪哈酒店遭遇恐怖攻擊的時候，飯店裡面從廚師到服務生的基層員工，竟然冒着生命危險，主動疏散跟保護顧客。這不是公司規章要求的，而是源自於公司長期灌輸顧客是神的核心文化。這種文化讓員工成為公司最珍貴的資產。第二個例子，當 Google 的頂尖 AI 人才發現公司正在為國防部開發軍事用途的 AI 時，爆發了強烈的內部反彈，因為這違背了不作惡的企業文化。最終 Google 選擇放棄這筆巨額合約，因為他們知道保護這個能吸引全球最頂尖人才的文化，對公司的長期價值來說，遠遠超過任何一份短期合約。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從富利曼經典的股東至上理論出發，理解了它在現代複雜企業中的局限。接着，我們看到鐘擺盪向了企業拯救世界的另一個極端，但數據跟案例都揭示了這種模式的脆弱跟不穩定。最終，我們在拉詹博士的引導下，找到了一條更務實的中間道路。企業應該專注在強化核心業務的長期價值，而達成這個目標的最佳路徑，就是善待並且投資於那些對業務成功至關重要的關鍵利害關係人。這也為我們帶來最後的思考題，你可以檢視一下你目前服務的公司，或是你自己經營的事業，它當前的經營哲學更偏向光譜的哪一端呢？是執着於短期財報的股東至上，還是追求宏大理想的拯救世界？又或者是正走在這條需要高度智慧與平衡的中間路線上呢？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